你还没说收多少钱呢。3万元。这个女人并不是一般的夜总会小姐，而是专门吸食男人精魄的妖兽。深夜时分，她总会变作妩媚女人的模样，勾引男人去旅馆开房。这个名叫阿龙的男人早已经忍不住春心荡漾，他完全不知道那纤纤玉手早已经变成了锋利的魔爪。见男人如此模样，女人忍不住娇笑出声：“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上当了。”你也上当！女妖兽被阿龙一枪打回了原形，她却毫无退意，立刻朝阿龙扑了过来。阿龙身手敏捷，轻轻松松躲过了他的攻击，又立刻朝女妖兽连射数枪。女妖兽翻身躲入了墙角之中，再次反扑阿龙。此刻阿龙的子弹已经用完，眼瞅着马上就要被灭，好在阿强破窗而入，直接扔出飞刀，结束了女妖兽的性命。这是一个人与妖兽共存的时代，而阿龙和阿强则是反妖兽特警队的成员。平常他们会装作普通的公司职员，秘密追杀妖兽，但两人待遇却截然不同。阿龙备受重用，阿强则受尽白眼。这天，阿龙、阿强来到了队长的办公室，队长给阿龙放了个拳击比赛，却吩咐阿强推来了一个木箱，木箱的温度很高，还不断冒着白烟，里头躺了个干枯的男人标本。队长告诉阿龙，这个标本就是刚刚比赛里的那个拳击手，他中了一种名叫快乐的毒物，这种毒和妖兽有关，吃了可以增强人的体能，但是要停止服用，身体就会不断灼烧，直到耗尽生命。队长让阿强离开办公室，这件案子他就不用跟了。阿强非常不情愿，毕竟之前的资料都是他调查来的，现在怎么能让别人来接手案子？队长却告诉他，这件事队里已经决定了。阿强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。随后队长给阿龙介绍了一个名叫袁大宗的男人，他是一个超级大富豪，手上有5000亿的流动资金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已经150岁了。特警队觉得袁大宗肯定是妖兽，准备让阿龙去端掉他的窝点。阿龙翻看了袁大宗的资料，却满眼都是照片里袁大宗身旁的那个女人。阿龙的脑海中浮现出女人的另一副模样，他有点出神，好不容易才收拢心神。阿龙跟队长表示，他想让阿强帮忙给自己提供援助，可队长立刻拒绝了。最近队里的消息经常泄露，他怀疑出现了内奸，而阿强的背景又不干净，他决定让阿龙独自行动。灯红酒绿的酒吧里，阿强失落地喝着闷酒，大美女子罗来到他的身边安慰他说，虽然队长对阿强有成见，但他一直以来都很欣赏阿强。可阿强并没有将子罗的话放在心上，他突然感受到了妖兽的气息，赶忙学着气息找了过去。子罗紧随其后，却冷不丁被一具尸体扑了个正着。子罗赶紧将尸体推开，掏出手枪，却发现周围的无辜群众已经全部遭到了妖兽的迫害。阿强走进了厨房，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紧张和窒息。突然，一只液体妖兽向阿强发起了攻击，阿强拔枪射击，却被另一只女妖兽高了波飞刀偷袭。阿强伸手去挡，不慎受伤。好在关键时刻，阿龙及时赶到。事后两人根据破损的墙体推测，这个女妖兽竟然有7尺高。阿龙看见阿强受伤的手渗出了黑色的血，原来阿强并不是纯正的人类，他的母亲是一个妖兽，所以一直以来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都会遭到冷眼与排挤。这不是我的错，我没错。阿龙为了安慰阿强，也说出了一个藏在自己心底的秘密，那是一个雨夜，他奉命去抓美女妖兽换姬，却违背了自己的任务。当时两人意外被一群妖兽围攻，阿龙的背后猛地冲出只妖兽，好在换姬出手相助，这才保住了小命，于是投桃报李。面对径直扑向换姬的妖兽，阿龙也立刻将其一枪爆头。最后两人合力将其余妖兽打倒了，换姬还用自己的妖力治好了阿龙的伤口。从这以后，两人成了好朋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感情也是越来越深，但人妖毕竟殊途，阿龙害怕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爱上换姬，便离开了他。互换了秘密后，阿龙和阿强决定瞒着队长一起合作破案。次日酒店门前，阿龙假扮成钢琴师，混入了袁大宗的生日宴会。阿强则在车里等候负责接应。没过多久，一辆豪车停在了酒店门前，袁大宗下车接受大家的治理，换姬则跟在他的身后。袁大宗转身去了会议室，阿龙则拿出武器，在自己的手腕上注射了一管试剂。这么一来，他只要将手放在墙壁上，便能轻松听到袁大宗房间内的谈话。会议室中，一个眼镜男质问起了袁大宗，最近受到快乐毒药的影响，他的公司里已经被特警盯上了。他怀疑这一切都是袁大宗搞的鬼，但袁大宗立即否认了。袁大宗主张跟人类和平共存，根本就没想过要用快乐毒引起反妖兽特警的敌视。考虑到事情现在已经闹大了，袁大宗决定去把幕后黑手揪出来，好化解这场人类与妖兽的危机。可他的儿子鬼中道就不管那么多，鬼中道正在水池旁跟一位公关小姐调情。你是我见过最骚的公关小姐。
两人的动静引来了阿龙的注意，他顺着门缝望去，本以为能看见什么脸红心跳的场景，结果却突然瞅见鬼中道变身，一口咬住了那位妖艳的公关小姐，顿时女人的血染红了池水。阿龙一个没忍住，直接朝水池开了一枪。鬼中道被惊动了，立刻起身想要寻找开枪的人，但这时一个拿枪的女人突然出现，他劝鬼中道不要再玩下去了。鬼中道定睛一看，发现竟是幻姬，立马表示想尝一下幻姬血的味道，反正他爸袁大宗已经老了，将来的一切都会属于他，包括幻姬。我有刺的，恐怕你吞不下。原来幻姬虽然已经是袁大宗的女人，鬼中道却依旧对她垂涎三尺。调戏幻姬一番后，鬼中道疯疯癫癫地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阿龙则推开房门，与幻姬四目相对。他告诉幻姬自己是来抓袁大宗的，让幻姬赶紧走。幻姬不肯离去。3年前，在幻姬最艰难的时刻，是袁大宗帮了他，再加上阿龙一直在逃避两人之间的感情，所以如果阿龙要对付袁大宗，那就必须从他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此话一出，阿龙立即拿枪指向了幻姬，幻姬则使出了腰臂空间。阿龙还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，这一枪打在了幻姬的肩膀上，也宣告了他们关系的结束。幻姬难以接受，但他还没说什么，大厦内部便突然停电了。幻姬推断很有可能是另一帮妖兽来对付袁大宗了，而紧接着阿龙和幻姬便一同坠入了另一个妖臂空间中。忽然阿龙被困无法动弹，幻姬见状立刻出手相助，谁料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然袭来，竟将他们带到了鬼中道面前。鬼中道伸出触手将阿龙捆了起来，幻姬也被当场制住。危急时刻，阿龙按下自己手头上的按钮，猛地一拳砸向鬼中道，鬼中道穿墙而逃，阿龙撞到房顶晕了过去。另一边会议室里，袁大宗也遭到了妖兽界杀手的袭击，在他的操控下，墙上的钟表瞬间分化成无数的零件，如飞刀般秒杀了一大片袁大宗的手下。杀手声称想攻占袁大宗的势力，扩张自己在人类世界的地盘。袁大宗听了，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想笑，毕竟他可是妖兽之王。结果没曾想，他们所有人其实早就被杀手控制了。他们刚刚喝的酒里面藏着液体妖兽，只要杀手一发布号令，他们便会立刻爆体而亡。不过袁大宗道行极深，一口就吐出了液体妖兽。但这个时候，幻姬已经落到了杀手手中，杀手还准备给他注射快乐毒药。阿龙正好醒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立刻发动袭击，一枪命中杀手的后脑。谁料杀手瞬间就将子弹逼了出去。趁此良机，袁大宗使出幻影攻击，瞬移到杀手面前，将他按进了自己的腰臂空间。阿龙见状，立刻将幻姬救走，把人抱上了阿强的车。但就在3人即将离开的时候，液体妖兽突然出现，缠住了他们的车子。阿强见势不妙，立即掏出手枪，打穿了一旁的汽车油箱，又再射出一发子弹，引发熊熊大火。就这样，液体妖兽被成功逼退，阿龙3人也逃过一劫。很快，幻姬毒性发作，想说服阿龙杀掉自己，但阿龙看到幻姬脖子上的项链是当年由他所送，根本就下不了手。这时队长带着车队来围堵，为了不让阿龙为难，幻姬直接跳车飞走。队长没发现什么不对劲，却因为看见阿强正好在，就把任务失败的锅安在了阿强头上，让他去写检讨报告。阿强忍不住愤愤不平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经过一番分析，队长觉得受伤的妖兽肯定会利用电力使出妖兽重生法治疗伤势，因此他立刻让人去发电厂查探情况。结果发电厂里，袁大宗和幻姬还真就在这么做。因为年事已高，袁大宗使出妖兽重生法所消耗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这让他感到力不从心，便想着要将事业交给自己的儿子鬼中道，让他继承自己的共存理念，跟人类和平共处。但他也知道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幻姬的性命。幻姬中了快乐的毒，需要立刻换血。袁大宗决定牺牲自己救回幻姬，可意外的是，两人还没有换血成功，阿龙他们就赶到了发电厂。刚刚重生的袁大宗现在非常虚弱，他让幻姬先逃，去找鬼中道营救自己。阿龙趁势放走了幻姬，然后和队长他们一同发动念力磁场，将袁大宗带回了实验室。因为幻姬再次逃跑，队长又找到了阿强，怀疑是他泄露消息给了妖兽。他缴了阿强的枪，下令其他队员趁现在妖兽财团群龙无首，快速展开猎杀行动，将所有快乐全部找出来。一旁的阿强非常不满，他恶狠狠地看向队长离去的身影。另一边，鬼中道正在房间玩弹子机，好像完全不在意自己父亲已经被人抓走了。谁都料不到你是快乐的主。袁大宗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就是快乐毒药的主谋。他一直想挑起妖兽与人类之间的战争。这时幻姬已经按照袁大宗的吩咐找到了鬼中道，可鬼中道早看出幻姬在外面有人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以及请求鬼中道的帮助，幻姬不得已跟鬼中道发生了关系。他随后又敲开了
了阿龙的房门，说自己已经时日无多，想要同阿龙重温一下3年前的快乐时光。阿龙本就对幻姬有意思，眼下幻姬又如此柔弱，就情不自禁地跟幻姬亲到了一起。阿龙没想到幻姬早就把剧毒涂在了自己的嘴巴上，幻姬想要借此威胁他，带自己去救出袁大宗。不曾想阿龙发现自己的感情被愚弄，竟在情绪激动下直接朝幻姬开了枪。也许是因为中了毒，也许是因为感情，阿龙一枪都没打中。阿龙下不了杀手，突然就调转枪口对准了自己。幻姬立刻上前阻止，而同一时间阿强也冲了进来，开始跟幻姬对峙。其实幻姬根本没想让阿龙死，因此便主动拿出了解药。可阿强不相信幻姬，让幻姬先服一颗试试药。幻姬问心无愧，立马照做。结果吃了才发现，原来鬼中道给他的解药还真的有毒。而就在这时，鬼中道的声音突然出现，他将自己和幻姬打扑克的场景投射到了天花板。我成功了！阿龙和幻姬倍感羞辱，也终于明白他们俩是被鬼中道耍了。眼下阿龙和幻姬都身中剧毒，队长找了最好的医生给他们治疗。经过一番抢救，好不容易才把阿龙救了回来。至于幻姬，因为他的体内有2种剧毒相互作用，所以必须要换血才能保全性命。但问题是，幻姬现在对警队是毫无用处，所以队长也不打算救了。他决定打开磁力场，让幻姬现出原形，也让阿龙对幻姬死心。而阿龙的遇袭让队长再一次怀疑上了阿强，还直接将阿强开除出了警队。阿强生气至极，把气全撒在了眼镜上。见此情景，子罗再次来到阿强身旁给予安慰，他向阿强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两人顺理成章就吻到了一起。另一边，阿龙不忍心让幻姬变回原形，蒙受屈辱，便放倒同事，用椅子打破玻璃，将幻姬救了出来。然后两人在大雨中做了告别。不远处的阿强正好目睹了这一切。城市的某个角落，鬼中道准备将大批的快乐毒药投放市场，而跟他一起的竟然是子罗。原来子罗才是警队的内奸。见此情景，阿强非常震惊。这个时候幻姬也出现了，还装作了鬼中道的司机。原来他与阿龙告白后就回到了这里，向司机弄死鬼中道。阿强知道后也躲去了驾驶位上，想帮幻姬一把。但鬼中道也不是好骗的，他通过幻姬身上不断散发的热气，很快认出了他。幻姬见状，赶紧对鬼中道发起了攻击。他让阿强抓紧时间赶快离开，而幻姬道行不够，根本不是鬼中道的对手，只能再次被鬼中道抓走。我们继续玩。与此同时，在危急关头，阿强好不容易觉醒出妖兽力量，他用妖臂空间逃出升天，却立刻就被警队包围。子罗反咬阿强，一口说阿强是叛徒。阿强惊呆了，他立刻将子罗和鬼中道的事情说了出来，但却根本没人相信他。眼瞅着阿强马上就要被枪毙了，阿龙及时赶到，扔出一个灭火器做掩护，成功救下了阿强。阿强没有逃走，他趁机挟持子罗，将他带到了实验室，然后一拳放倒了实验员，关掉磁力场，放出了袁大宗。他想利用袁大宗的力量制服鬼中道，而阿龙因为营救阿强，已经被同事团团围住了。关键时刻，一道影子飞速掠过，将他成功救走。阿强、阿龙还有袁大宗决定一起去鬼中道那儿救出幻姬。此时，鬼中道已经制造了一个能量巨大的妖臂空间。三人冲进妖臂空间后，发现时光已然开始倒流。突然，三人被液体妖兽缠上了。袁大宗让阿龙、阿强去救幻姬，自己则留下对付液体妖兽。袁大宗一个暴力自燃，瞬间就将所有液体全部蒸发，他则毫发无损。阿强他们走进电梯，却不小心误入了之前那个7尺高的妖兽身体里。好在危急关头，袁大宗及时赶到，救下了他们。袁大宗叮嘱他们继续向前去营救幻姬，而他则使出机械重组，将妖兽改造成了一辆摩托车。袁大宗骑着摩托车在房间里狂飙起来，还将马力开到最大，直接撞碎玻璃，破窗而出。顿时摩托车摔碎在地上，炸了个粉身碎骨。袁大宗则凭借影子的力量再次脱险。当阿龙、阿强找到幻姬的时候，鬼中道已经变成妖兽的模样。看见幻姬被鬼中道各种折磨，阿龙立刻冲过去，却直直的冲到了楼下。原来这都是鬼中道营造出来的幻象。眼见阿龙从楼上摔了下来，赶到的警队众人集中使用内力将他拖了上去。另一边，阿强为了救阿龙，已经被鬼中道紧紧钳制住了。鬼中道手段毒辣，不断刺激阿强，让他变成了妖兽的模样。阿强没能抵挡住鬼中道的折磨和诱惑，想到平时受到的种种不公，他终于失去理性，冲向了楼下的众人。结果队长见状，立刻安抚起了阿强。阿龙，你可以恢复人性的，你学过控制自己的。鬼中道看见后，再次刺激起了阿强，让他再次向大家发起了袭击。而此时袁大宗也变回了兽形，他决定大义灭亲，斩杀自己的败类儿子。他控制着一架飞机向鬼中道冲了过去。袁大宗跟鬼中道纠缠在了一起，他进入了鬼中道的身体，却不慎被鬼中道吸收了能量。尽管如此，袁大宗依旧没停止攻击。而就在他们打得正激烈的时候，阿龙忽然看到了蹲在窗边的阿强，他鼓励阿强战胜体内的兽性，但阿强却依旧没
没忍住向阿龙发起了攻击。幻姬见状，立刻挡在了阿龙面前，他给阿强发送了致命一击。临死之际，阿强恢复了理智，幻姬却忽然倒地。眼见兄弟和爱人都即将死去，阿龙瞬间怒了，他拿上枪就想跟鬼中道搏命。阿强知道自己肯定是活不下去了，便将自己的血还给了幻姬，想让幻姬去营救阿龙。这时鬼中道已经落入了下风，他知道自己不是父亲的对手，便抓了阿龙做人质，威胁袁大宗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幻姬赶了过来，他化手为刃，切断了鬼中道的触手，救下了阿龙。而鬼中道则被袁大宗操控的飞机发动机搅成了碎片。随着鬼中道死掉，袁大宗的力量也瞬间枯竭，飞机顿时失控，幻姬和阿龙一起跌落地面。好在袁大宗及时将他们收进影子里，才救下了他们。最后，幻姬跟着袁大宗离开了，声称自己永远不会回到这座都市。阿龙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。没过多久，袁大宗因为孤立损耗过多衰老而死，但整个城市又恢复了平静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